成婚7载，首府夫君为一双儿女请了位女夫子。他解释道：府中内宅，男子出入不便，我怜惜女子不易，将束修都翻了倍，日日为儿女准备衣食，生怕他们饿了冷了。直到女夫子生辰那日，夫君偷偷带儿女去酒楼为她过寿，我才知道，原来女夫子是他早年落了难的青梅外室，就连我的一双儿女也替他们瞒着我。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爹爹，到底什么时候和夫子成亲啊？这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娘亲总在家管我们，她什么也不懂，夫子当我娘亲就好了。崔琰的声音带着笑意。再过几天，我去讨一道平妻的旨意，不能让你娘欺负了兰儿。爹爹万岁！我站在门外，心如刀割，狠下了心肠，转身进宫拜见太后。姑母，赐我一道合离的旨意吧。可是那2个孩子呢？我抬起头，泪眼决绝道：一个也不要。太后望着下跪的我，眼眶心疼的红了。淑敏，那可是你怀胎10月生下来的骨肉，你真能割舍吗？世上哪个娘亲不疼娇？想起妻儿和宝这双儿女，我的心像被密密的针扎过。姑母，他们是崔家的血脉，崔树会安置好他们的，我只求和离。太后闻言叹息，想当年崔树不过是个寒门进士，你却在王公子弟堆里独独挑中了他。如今他借着你的东风，成了当朝首辅，你反而要和离了。这世上事情如此多变，我深深埋下头，心中酸涩委屈，难以言表，泪湿了眼眸。姑母，可我从未变过，不求夫君名利，但求一心一意。太后亲自将我扶起来，准了我的请求。和离旨意这几日就下，你先回去准备准备，和崔家做个割舍吧。是啊，成婚7载，总是有很多账要算的。我回到了崔府，主院里热闹不已。崔器和崔宝在小厨房折腾得正欢。崔宝见那柴火点不着，将头都快伸进灶里，我生怕他被烫着，着急将他搂进怀里。宝儿，小心！崔宝皱起眉看我，不耐烦地推开我。娘亲，你怎么来了？我在生火呢，你别来添乱。我愣了愣，放开怀中的人，转头去看围观的仆妇。你们是怎么做事的？少爷和小姐才6岁不到，就冷眼看着他们在厨房胡闹。满脸沾着面粉的崔器主动解释道：母亲，我和宝想亲手为兰夫子做个寿桃面点，作为生辰礼物，母亲何必一回来就动怒呢？我心里不由得失落了几分。原来契哥和宝在为董兰一准备生辰礼物。记得我上半年的生辰，他们不过是说了几句祝语，从未提过生辰礼这回事。我让仆妇看管好他们，转身就要离开。契哥愣了愣，没想到我轻轻放过，突然喊住我，眼神示弱。既然母亲回来了，您的手艺是最好的，可以帮我们给夫子做礼物吗？那一瞬间，我的心真的寒了。我从前没有当母亲时，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直到3年前，董兰一作为女夫子进了府，我担心2个孩子课上饿了冷了，日日要提前2个时辰早起，学着亲自下厨做好茶点，放进2个提盒里，又备好外袄、大氅等衣物，叮嘱仆妇再三用心。一连3年，风雨无阻，才练出了崔器口中的好手艺。可他却让我帮他做礼物给董兰一祝寿。我苦涩地摇头，母亲还有正事，你们喊上厨娘帮忙吧。契哥失望地低下了头。崔宝不小心将头撞到灶口，半个小脸都蹭黑了，眼里积满委屈的泪水，下意识就看向我。我没有过去管他，既然我决定放手了，就该让他们成长起来，不然等我离开后，他们在董兰一手底下该如何讨生活呢？我回到了正屋，喊来陪嫁侍女小何，准备清点嫁妆。夫人的嫁妆分成了3份，一份是在我这里保管着，另外2份是给了大少爷和大小姐。我翻阅起嫁妆单子，当年我嫁给崔树时，他虽是寒门世子，可我家也没看轻他。出嫁那日，10里红妆，81台嫁妆，谁看了不说为国公府嫁女有排场。如今7年过去，这份嫁妆虽消耗了点，但依旧够崔家用上3辈子了。我将嫁妆单子交给小何，你照寻常公侯人家子女的私产份例，将契哥和宝景那里多出来的列给我，
我准备收回来。我就要离开崔府了，他俩尚且年幼，手里握着这么大一笔财产，难保不被董兰一盯上，哄骗得干净。从前我陪嫁的仆人少说也有100人，你数好卖身契，问问可有愿意跟我走的。小何微微吃惊，夫人，这时候突然清点家产，是有打算了吗？我淡淡的笑了，牵过他的手。我要离开这里了，去外面见见大好河山，看看辽阔天地。小何握住了我的手，不论姑娘要去哪里，我会永远陪着姑娘。房门被轻轻推开，主仆2人进了声。我立时站起身来，让小何收好嫁妆单子。芝兰玉树的首府大人走了进来。我在春风楼给你带了点心。崔树将食盒放在桌上，我打开来看，只觉讽刺极了。这不过是他中午携儿女和董兰一用膳时席上打包的一道没动的剩菜罢了。崔树却没注意我的脸色。路上被同僚耽搁，恐怕是冷了些，你若不想吃，就倒了吧。若是放在从前，他肯为我用上一点心思，我就已经欢喜极了。哪怕是残羹冷炙，看在他的份上，我也会动筷的。既然夫君也说冷了，那小何拿去倒了吧。崔树愣了，脸色不佳，但也没说什么。他陪我坐了一会儿。你今日去见太后了？怎么不让我陪你去？夫君带气根和宝姐出去玩了，我就抽空去陪姑母聊聊天。崔树长长的叹息道，2个孩子也都不小了，你事事亲力亲为，我是怕你也劳累了，不过还好他们很喜欢夫子。我没接他的话，低头去喝茶。崔树无言以对，就起了身，推说还有正事处理，快步离开了。翌日，我拿着列好的清单，带人去了兰竹院。我先找了儿子崔器。崔器快6岁了，是大孩子了。他得知我是来讨要从前送他的东西，脸色正愣发红，将金银票器都拿了出来。母亲今日连早膳都没陪我们吃，倒是在意这些死物。兰夫子说，金银乃身外之物，母亲你太愚昧了。我静静地望着崔器，失望得透彻至极。他是我嫁给崔树后生的第1个儿子。那时候崔树忙于朝政，崔树的母亲早亡，头1胎几乎是要了我的命，没想到拼死拼活生下来的崔器会如此瞧不起我。我咽下失望，收好票器，将剩余的部分留给他，苦口婆心地叮嘱他，你还小，即便是这些也比旁人多得多了，要好好保管。我动手去摸他的头，崔器却躲开了，动手狠狠地推我，声音极其不耐烦，有什么好保管的，我不稀罕你的东西。我看他一眼，转身离开了。我又到了崔板的屋子，他就没那么好说话了。凭什么？你给了我的就是我的，休想再拿回去。兰夫子说了，这都是我的立身之本。崔宝厌恶地盯着我，如同看着仇敌。娘亲，你要抢我的东西，我讨厌你。崔宝是我的第2个孩子，他从来都是最会折腾我的。我怀着他时去寺庙上香，遇到流民作乱，当时就惊得在庙里生产了，才为他取名宝。也是那时伤了身子，我再也不能生育了。我知道何宝说不通道理，让他身边的大丫鬟去拿出来。崔宝动手来打我，边打边骂。我忍着身上的疼痛，用手扶紧他的胳膊，生怕他摔倒了。最后还是丫鬟冲过来将他拉开了。小何将单子仔细对过了。夫人，都好了，就是老夫人留给你的红血凤镯，你给了大小姐，竟然没瞧见。我记得那个镯子，价值连城不说，更是母亲留给我的遗物。你给谁了？那是你外祖母的东西。崔宝退后了2步，支支吾吾地骂道，你管不着，你给了我，就是我的，我爱给谁给谁。我问了他身边的人，才知道他送给了董兰一。我顿时气得不行，转身就走，不顾崔宝在身后的呼唤，董姑娘，小孩不懂事，大人总不该眼拙吧？那是王母遗物，还请物归原主。董兰一站在桥上为锦鲤，轻轻卷起袖子，露出手腕的镯子。这是宝姐送我的礼物，夫人来讨要，算怎么回事？董姑娘，世上宝物皆有出处，以你的微末出身，你敢带着这镯子抛头露面吗？董兰一脸色白了一瞬。我早就暗地打听清楚了，她从前还是官家小姐，但全族落了难，皆被没入奴籍，是崔树将她捞了出来。
他哪里敢穿金戴银出门，招摇过市？我伸出手来，董姑娘，物归原主吧。董兰一伸出了手，眸光飘忽，突然拉住我的手腕。我始料不及，往他身上贴近，两个人齐齐地倒头掉进水里。爹爹，快看啊！娘亲将夫子推进了河里。我整个人溺进水里，喘不过气来，耳边声音混乱。兰一，崔树纵身跳进水里，将董兰一抱在怀里。我在水里挣扎了许久，都无人来救，渐渐没了力气，心灰意冷地沉下去。等我醒来时，已是3日后了。床榻边的人抬起头来，双眼通红。淑敏，你如何了？崔树坐在床边，亲自喂我喝水。我望着他的眼睛，心头微微触动，面上没有任何反应。崔树从怀里拿出手帕，里面是断裂成块的红血镯子。兰夫子和我说了，他是想要还给你的，但你推他下去时磕碎了这镯子。这是归根到底是你过了分。我接过那碎片，指尖颤抖，想起昔年母亲为我添妆压香的光景，鼻尖酸涩，眼里盈满了泪，声音哽咽哭了出来。崔树抿紧了唇，让人好好照顾我，就回去休息了。小何进了屋，照顾我起居。夫人，大人这几日亲自照料，昼夜不分，倒是用心了。我低下了头，崔树约莫是因为没有救我，心里愧疚罢了，勾起苦涩的笑，收起了帕子。奴仆身契都数好了吗？这几年还在府里的，共有79人，都是效忠于老东家的。我点了点头，低头咳嗽起来。没过一会儿，崔契和崔宝得了消息，相邀过来看我。母亲，您终于醒了。娘亲，娘亲，我再也不和你吵架了。我望着2个孩子，心里怅然若失，淡淡的笑了出来，用手轻轻抚过他们的脸庞。小何读懂了我的眼色。大少爷，大小姐，都下去吧，夫人还要休息。是夜，崔树过来了。淑敏，那日我下水救了董兰一，众人都看见了，我决定给他名分。我坐在床上，一声不吭。崔树突然就来了火气，声音冷硬了几分。你进来摆脸色给谁看？要怪就怪自己。好端端怎么动起孩子的嫁妆？你要做什么？我不置可否，冷淡地看向他。那他今后就不是夫子了，对吗？崔树站了起来。是，他今后要和你以姐妹相称，但求你不要擅妒欺凌。我给他算了一笔账，既然要做妾，就是自己人了。从前的束修我算了他双倍，便还1半给我吧，也就几千两银子。崔树脸色冷沉地盯着我，和我僵持片刻，差人给我拿了银票。好，魏淑敏，那我便去向圣上讨个旨意，必要让兰一做个贵妾平妻入府。崔树拂袖离去。我望着他的背影良久，眼里蓄满了泪，一滴滴落在手背上，温热滚烫。小何，你现在就拿着银票去找牙子买个雅致的宅子。我还有几个铺子交给崔树在打理，铺子的掌柜仍是我的人，只是近几年的生意都向崔树的手下汇报。姑娘是说要收回铺子了，那可真是太好了。我们在姑娘手下时，生意倒是更好些。经营铺子的杜掌柜将账本悉数上交给我，唯独有一本单独挑了出来。这是东家的那位兰夫子，在我们这里赊了不少账。崔大人的意思是，就算了。杜掌柜似乎难以启齿。我翻了翻账本，董兰一竟然赊了1000多两的账，简直是把这个铺子当成他的庄匣了。崔树说的皆不作数，全都记下，到了日子去找他还钱。杜掌柜眉开眼笑，连连应下，那太好了。我乘车回到府上，崔树正在等我。下人来报，你将那几个铺子都收回了，你这是做什么？要和我分家了吗？我从他身旁经过，对他的话置若罔闻。魏淑敏，都相处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如此善妒跋扈。我不过要纳妾，你就风风雨雨，闹得家宅不宁。崔树将他的被褥搬去了书房。我回到了院子，和小贺收拾东西，等过了今日，就搬去新宅子里住。午后，我去用膳，却见董兰一和崔树同坐，崔契和崔宝坐在下手，热热闹闹，俨然一家人。我就不去打扰了。崔树却冷冷地喊住了我，过来吃饭，你清高什么？崔契站起身来，母亲，父亲已经为庶母请了旨意，
都是一家人了。他已经改口称庶母了。崔宝附和道：是啊，娘亲，你坐下吧，发什么脾气？以后日子还长呢。董兰依静静的用膳，抬眸盯着我，缓缓笑了。7月流火，炎炎烈日，我望着屋里的一家人，却从心底里凉到了全身。正在这时，层层传话进来。圣旨到。我一时怔住，不知是姑母的旨意下来了，还是崔树的请旨到了。崔树快步走了过来，握住我的手，拽着我去了前院。你跟着我去，好好听一听，将脾气收起来。崔气和崔宝儿也开心地跑来。兰夫子要名正言顺地当我们的娘亲了。我被崔树强拉着跪在地上。小黄门见到人齐了，宣读明皇圣旨。自即日起，魏氏淑敏与崔树解除婚契，所还聘礼嫁妆，依礼清点交割，不得滋扰。此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崔树脸色惨白，僵在了原地。他不可置信地站起来，夺过那道圣旨，低头逐字逐句地细看。怎么会是要我们和离？崔树转过头来看我，魏淑敏。他紧紧咬着牙，指尖无端颤抖。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端庄的磕头谢了。那小黄门似笑非笑地看向崔树。崔大人，您还没接旨谢恩呢。崔树踌躇片刻，直挺挺地跪了下来，不情不愿地接了这道旨意。小黄门颔首，再看向崔气和崔宝兄妹，声音温和道：崔家的2位小主子也谢个恩吧。崔气和崔宝呆滞在了原地，不知道这是怎么了，齐齐将目光投向我。崔树僵硬地抬起头来。气哥儿和宝姐儿也要接这道旨意吗？崔树转过头看我，眸光复杂道：儿女是你亲生的骨肉，就算是我们和离。那人打断了崔树的话：太后和陛下都说了，崔府的2位小主子很有主意，所以指明了这道旨意也要2位小主子接的。等魏姑娘离了崔府，不可滋扰纠缠。崔树像被抽走了魂魄，脸色瞬间灰败下来。崔气和崔宝被半拉半扯地跪在地上。公公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崔宝忍不住问道。崔气也不明所以地皱起眉头。大少爷、大小姐，从今后起，魏淑敏便不再是你们的母亲了。你们接了圣旨，不能再去缠她，不然就是抗旨。崔气和崔宝怔愣地看向对方，脸色微微失落，但还是被催促着叩了头。等到人走后，崔树握着手里的圣旨，死死地盯着我，眼睛慢慢红了。你要走？就连2个孩子都能狠心不要。我起了身，看了眼他，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崔树哑口无言。崔气拉着崔宝起来，站到了崔树身后。父亲，母亲要走就让他走吧，难道没了他一个人，我们就过不了日子？崔宝睁大眼睛看我，蹙起了眉头。是不是娘亲走了，兰夫子就是我们的新娘亲了？我一个人静静望着这一家3口，心底的最后一丝温情也消散了。小河雇好的车马等候在了角门，奴仆替我们搬运香笼，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崔气和崔宝立在垂花门下，既不靠近也不回去，一声不吭地望着我。崔树将自己关进书房，闭门不出。日暮时分，宅院镀金，物件也搬得差不多了。跟随我陪嫁来的数十奴仆也都聚集院中。董兰依没了人服侍，愤愤不平地追了出来。你们这是做什么？小河面带微笑看他，施施然地发了话。董姨娘，我家姑娘和崔大人奉旨和离，聘礼嫁妆，清点交割，这些都是从前魏家的陪嫁，自然也要跟随姑娘离开。众人领了命，浩浩荡荡地出了角门，去新买的宅子洒扫安置。这一下子没了大半的人手，偌大的崔府顷刻间变得空荡荡了。董兰依微微咬唇，脚尖碾地。崔宝捏着崔气的衣袖，兄长，娘亲把人都带走了。崔气拂袖冷冷道：再买就是了。崔宝撇了撇嘴，可是了半天也不说话了。我走出府门，踏上车辕，回首望去，崔树带着一双儿女站在门边，面色复杂地凝望着我。我低了低头，掀开车帘，进了马车。走吧。我搬到了绿杨巷子里3进3出的大宅子。这里是前朝王爷的私宅，一步一景，清幽雅致，比崔树的官邸还要讲究。
长嫂冯氏是第一个上门拜访的，你兄长才知道这事，气得整夜都睡不着，让我来将你接回国公府，万事有他为你撑腰。冯氏轻握着我的手，好生安慰。不必了，嫂嫂，我在这里住得很好，既有银钱，又有人服侍，自在极了。冯氏费尽口舌，也劝不动我，也就歇了心思。他临走之时，再三确认，你兄长特意嘱咐我问你，姑娘和崔树可真的断了。他压低了声音，你兄长的意思，从前把他扶上去，今后就要放手了。内阁争权夺势，波诡云谲，极其凶险。朝堂的事，让兄长定夺吧。总之我和他是断得干干净净了。我笑了笑，将他送出门。杜掌柜联合7位掌柜站在屏风后。东家姑娘，打扰了。这几位掌柜听说能收董兰一的账，特意将自家的赊账本子都带来了，请姑娘示意。我一本一本看过去，7、8家的账本加起来算了算，3年竟然超出了1万两。既然我也搬出来了，那你们就上门收账吧。崔树虽身居高位，但为官清廉，按月拿着核定的俸禄。这1万多两的真金白银，恐怕要掏空他的家底了。我和崔树和离的事也传遍了京城。没过半月，我接到镇北侯夫人的帖子，邀我去赴宴。这头一家来请的，我总是要应下的，免得旁人以为我和离后就不敢出门了。到了侯府，花团锦簇，曲水流觞。我嫂嫂魏国公夫人冯氏也来了，正在人群里谈笑，热闹至极。首府崔家前几日闹出了大笑话，竟然被人堵在门口要账。听说几位掌柜联合找上了崔府，开口就要董兰一还钱，不给钱便不走人。董兰一自知理亏，也拿不出钱，干脆闭门不见。后来崔树散朝回来，撞见府门被人围堵，聚集了看热闹的百姓。他还是改到角门进的崔府，将几位掌柜放进来，看过账后，脸色铁青，替董兰一销了账。1万多两的现银啊，可不是小数目。听闻崔大人发了好大的脾气，逼着那董事将从前3年收的束修都拿了出来，又将家底都拿出来贴补，才把人打发走。冯氏拉过我的手，笑得都不行了。从前董兰一都吸你的血，崔树倒是没什么感觉，如今换成他了，该叫他心疼心疼。我握着团扇，轻轻掩面，语气淡然。我不过是将我的账要回来罢了。要得好。众人纷纷附和。忘恩负义的薄幸郎就该受点报应。突然有人眼波流转，扇子往右指去，瞧，那谁也来了。我顺着声音看去，董兰一带着崔器和崔宝正站在园子角落里，3个人都无人问津。看来崔树真将他立为妾室。崔大人请了旨意，要立他为贵妾。陛下说入府都3年了，如何还跪得起来？众人握着团扇，纷纷轻笑，不再言语。我倒是盯着崔宝微微出神。他从前参加宴会，都闹着要做新裙子，否则就不上马车。今日的他却穿了件旧衣裳，头上簪着常见的玉簪，带了一朵鲜花，略添几分颜色。崔宝无所适从地摸着衣袖，突然看到了我，顿时眼前一亮。娘亲！崔宝拎起裙子朝我跑来，抱住我的腰。我推开了他，崔小姑娘，不可如此称呼。崔宝眼里挤出泪水，委屈巴巴道：娘亲，娘亲，你怎么这些日子都不回来了？兰夫子还和我说，你把家里的钱都拿走了，我给你留了嫁妆的。我蹲下身，崔宝揪着脏污的衣袖，唯唯诺诺道：兰夫子把我的钱都收走了。娘亲，我连裙子都做不起了，你能不能？不能。我松开了手。崔宝抬头看我，睁大双眼：娘亲，可我是你的女儿。宝，我若是借了你1回，便有第2回、第3回，从今往后，你的兰夫子就会养着你来找我要钱。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道：所以我1分都不能借给你。崔宝不说话了。是不是他让你来要钱的？崔宝小脸惨白，委屈地望着我。可是我也想娘亲了。我站了起来，轻轻叹息：宝，你接过圣旨了，我已经不是你的娘亲了。崔器走到崔宝身后，正要开口唤我，嫂嫂走到我身旁，说有事与我商量。我对崔器点了点头，毫不留恋地走了。
身后传来崔宝喃喃的声音：“兄长，娘亲是不是不要我们了？”崔气盯着我的背影，不发一言，深深抿紧了唇。嫂嫂将我拉到无人处：“你可注意到，镇北侯夫人一直在看你。”我愣了愣，看我的人多了。冯氏妇儿巧声道：“镇北侯的幼弟还未娶亲，原本他母亲大长公主在世，说他身子弱，养在佛前，人品相貌顶好，只是挑三拣四没定下。如今出了孝妻，倒是和我透出风来。”我这才懂了。按道理说，镇北侯的门槛不是董兰一能迈进来的，估摸着是镇北侯夫人要暗中查看我对这两个孩子是不是能撒得开手。不了，嫂嫂，我不愿二嫁，再说也太快了。冯氏微微敛眉，并不赞同。淑敏，哪有什么快不快的？你总是要再嫁的。再说以你的家世，国公府千金，太后亲侄女，当年若不是你亲事定得过早，恐怕就定给了徐怀介。我知道嫂嫂是为我好，只得笑了笑，搪塞过去了。但镇北侯府似乎盯上了我，一连3个月，3天2头递下帖子，插花雅集，宴席不绝。我因此瞧见过几回董兰一，人人都知道他如何上位的，又是借着教导子女的夫子名义，又是偷赊嫁妆铺子的账，连能出门应酬的妾室都不屑与他为伍。正经女眷更是连看他一眼都嫌脏了眼。董兰一偶尔见到我，也想过来搭话，但根本进不到我的身前。崔气和崔宝陪他出了几次门，便觉察出兰夫子在家里颇有地位，但到了外面却备受冷眼，跟着董兰一出入门庭，连带他俩也看人眼色，就渐渐不来了。尤其是崔气，首府嫡子，从前没人敢说他，现在被众人奚落。上回便撞见董兰一拉他，他冷冷地扶开手，让他当众没了脸。不过董兰一的脸皮还是厚，每每镇北侯府夫人和我说话时，他就站在远处静静地看着。当日宴后，崔树破天荒地来接董兰一，当众堵住了我。魏淑敏，这才和离了几日，你就要嫁人？数月未见，崔树身形消瘦，气色不佳，约莫是夜夜睡不安稳，眼下有了明显的淤青。他注视着我良久，脸色青白交加，全然没有了往日云淡风轻的贵公子模样。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崔树，你来纠缠我，是要抗旨吗？崔树微微抿唇，闭口不言。我正要转身离去，他扯住我的袖子不放。魏淑敏，你是不是忘了，你的身子都不能生育了，除了我，你还能嫁给谁？众人纷纷怔愣地看向我，我不可置信地回过身来，高高抬起手来，抽了他一耳光。崔树，你说这种话，你还是人吗？我气得浑身发抖，几乎连站都站不住。崔树微微低着头，脸上直痕清晰，声音颤抖。魏淑敏，你绝了嫁人的心吧？你跟我回家，我们重新来过。你走了以后，七哥连饭也吃不下，宝更是每晚都哭。我静静地望着他，心里哀伤悲痛，讥讽地笑了一声。崔树，我17岁嫁你为妇，操持内宅，生儿育女，没有功劳，亦有苦劳。你3年前进了内阁，3年前便使了手段，将董兰一养做外室，做了外室犹嫌不够，还要弄进府里，朝夕相对。你不说将我视为结发妻，你有把我当人看吗？崔树脸色白了一瞬，原来你早就知道了。你当别人都是傻子。我不再理会崔树，走到镇北侯夫人面前。她脸色略微难堪，低头咳了咳。我轻轻施了一礼，感谢夫人错爱。再走到众人面前，各位，淑敏已自立门户，手续齐全，终身不嫁。日后开府设宴，还请各位赏脸。崔树闻言，面色慌乱，追了过来。镇北侯夫人及时让人将他拦住。我轻轻施礼，松了松手，出了府门。那淡白色的帕子落了地，被风卷起来，往后飘去，停在崔树脚边。他弯腰捡起来，握在手心，定在了原地。崔树久久未曾抬头，一颗颗眼泪接连滴落在地上。你要自立门户？长兄魏真接过了我的茶。兄长，我不想再嫁一次，再换一个男人服侍。女子自立门户固然艰难，但我能做的事也多了。我说我和你嫂嫂也没得罪过你，你怎么就躲在这里不回家呢？
原来是这个打算。魏征同我聊了一下午，见我不是心血来潮，便也放手让我去做了。我选了个晴朗的好日子，将做好的魏府门匾悬挂上了府门。这2个字是我特意让太后姑母请了皇帝的御笔。下人当街放起了鞭炮，爆竹壳铺满了半条巷子，红得喜气四溢。我和小何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京城里几乎数得上的世家门户都来送礼赴宴了。崔器带着崔宝站在了门口。我记得崔树是送了礼，但被我退了回去，而这对兄妹身边竟然也没有仆从跟随。我指了指他俩，和下人耳语2句，下人就连忙跑走了。崔器注意到我的举动，走了过来，脸色好了些。母亲，我们特来祝贺。他用手肘碰了碰崔宝，崔宝从怀里取出被修好的红血镯子，小心翼翼地递到我眼前。娘亲，我请人把它修好了，对不起。我见到这镯子，神色微微黯然，世间再好的宝物，碎了也就不值钱了，也没有伸手去接。崔少爷，崔小姐，我已开门立府，今后便叫我一声魏夫人吧。崔宝双手拿着那镯子，用力地举到我面前，忍不住哭了出来。娘亲，我知道错了。董姨娘她对我不好，把我的东西都搜刮走了，我爹也不管我们。我院里的丫鬟只剩2个了，他们趁你不在都敢欺负我。崔器还想保留颜面，拉起他的手，制止了他的哭声。母亲，他对上我的眼睛，微微低下头。魏夫人，我们能进新府看看吗？我让人搬了2个凳子，让这2人坐下。等等吧。崔器和崔宝安安分分地坐在凳上。没过多久，下人将崔树喊过来了。崔大人是怎么看管家中子女的？若是走丢了，你如何担当得起？正午时分，崔树身上带着酒气，气冲冲地下了车，一手拉过一孩子，当街打骂起来。当初是你们要夫子当娘亲的，如今怎么又不争气，偷偷跑出来见他？崔树竟然如此荒诞，将过错都推到孩子身上。崔宝直往崔器身后躲，崔器气得脸都涨红了，将下唇咬出了血，一脚就踢在崔树的腿上，竟然把崔树踢得跪在地上。都是你的错，是爹爹把夫子带进家里，你还不肯承认，是你伤了母亲的心。崔器似乎是要为我出气，又踢了崔树2脚。崔树跪在地上，半晌不动，缓缓站起来，红着眼看向了我。魏淑敏，从前人人都说我高攀，我就想要越过你家，我真是疯了才会。他言辞极其恳切，要将心肺掏给我看，我却不想看了，转身迈过门槛。巍峨厚重的府门从2侧慢慢关严，隔绝了崔树父子们的视线。自立门户后，我重新经营生意，铺子利润也涨回来了。我将董兰一偷卖的东西买了回来，里面不仅有我留给崔宝的嫁妆，甚至也有我留给崔器的东西。他们果然没有把我的叮嘱放在心里。我拿起一根成色极差的簪子，看来董兰一也是当无可当了。偌大的崔府，现银被他一笔掏空，如今要维持着架子，已经快把他压垮了。我带走了大半的仆人，崔府不仅没再往里买人，反而再三裁减了人员用度。听说崔家兄妹和董兰一吵得面红耳赤，小贺低头奉茶，也笑了。这几日大家也都默契着，不给崔府下帖子了，怕他出门打秋风呢。我给嫂嫂送了话，让她留意着董兰一那边，怕他急了惹出祸事来。我则是去了趟云起书院。云起书院位于京城远郊的山里，专收寒门贫家的子弟，只要文章得了先生的青眼，交上单薄的束修，便可入学。但这几年来，书院入不敷出，屋舍勉强维持，屋外下雨，屋里也下。我重金资助了云起书院，让他们开了招收女学生的先例。不少受教于云起书院的寒门士子，都上门来向我行感激之礼。其中有一名士子，名唤王介，穷困潦倒，孱弱不堪，饿得昏倒在了我家后门。我就收留了他，将他安置在前院。此外，我还挑选了几个资质上乘低士子资助，若是日后有人中了进士，倒是可以引荐给兄长。我忙于资助书院时，崔树却出了大事。董兰一背地里瞒着崔树，收了外地官员的贿赂，却并不做事。要说他也聪明，旁人哪敢想出这法子。收了案钱从不做事，
起初也没人敢告首府，要不是遇到个家财散尽、走投无路的人，估计还不会捅出来。我放下手里的茶盏，起身对冯氏行礼：“多谢嫂嫂。若不是嫂嫂肯留意着他，提前派人刺破这事，恐怕他还要酿成祸及全家的大罪了。”冯氏将我扶起来：“你这人啊，虽然说是不管了，但总归还是看顾那2个孩子的。崔气和崔宝的事，我是下定了决心，不会再沾手了。但我也不会冷眼看着董兰一害死他们。董兰一大手大脚的挥霍惯了，收了成千上万的银两，也不觉得是多大的事情。崔树在朝上被弹劾时，还毫不知情，满口否认。直到御林军捉拿住董兰一，又抄出了账本，他才意识到那女人在暗地里做了什么事。崔树怒火攻心，当场呕血，当场就休了董兰一。陛下看在他却不知情的份上，没有治他的贪污重罪，只降了他的品级，停了半年俸禄，令他退出内阁。董兰一被判停战20，打得皮开肉绽，被送回了崔府。没过几日就被赶出来了。听说崔树在给2个孩子找继室，不过上回镇北侯府的事，冯氏压低了声音，正经人家的女儿多少都看不上他了。总有人会看上的。以崔树的皮相，我不担心他的姻缘。冯氏点了点头，拿眼睛斜我：“那你呢？”我什么？我笑了笑：“你兄长给我下了严令，你都自立门户了，要我必须让你找人入赘，否则我就住在你府上不走了。”我和兄嫂僵持了小半年，打起了借住府上的王介的主意。他听了以后也是愿意的。冯氏见了王介，细细打量起来，虽是无名之辈，但容貌气度不俗，就定下了这事。我和王介签好婚书，过了户籍，关上门过日子。我与王介成亲后的第2年，崔树还是没有娶上继室。早先还有点风声，说是去岁谈妥了6品官员的女儿，人家不嫌弃嫁过来当后娘。但董兰一被休后，一不做二不休，将崔府银钱全都卷跑了。半年后被官府捉拿回来，钱早就都花没了。他被关进了牢狱，日夜哭喊崔树，还有契哥和宝姐的名字。崔树去见过他一面，没几天董兰一就死在牢里，草席卷了尸，扔到乱葬岗。崔树那边因凑不出像样的聘礼，那家也就不答应了，不乐意拿嫁妆去填崔家的火坑。熬到今年夏天，崔树低声下气起来，彻底放低了条件。媒人跑遍了半个京城，寻不到一家商户的姑娘。小何不由得叹了口气，季氏的门第是要比原配差些，但从国公府的独女落到商户女，可真是一落千丈。我认真翻阅账本，只见飞速划拉算盘。他守着清贵门槛，没有钱也没用。他该谢谢这姑娘，搭救他于水火之中。王介就静静坐在旁边，听着我们主仆八卦，一心替我摇扇子。他除了不爱出门，温顺的过了分，几乎没有缺点了。我往旁边一伸手，便有润好的笔递进手里，忍不住弯了弯唇。崔树和商户女的婚姻维持了1年，就缘尽了。听闻崔夫人正怀着孕，大姑娘失手推了她，让她当场就见了红。崔夫人那胎没保住，被她母亲上门带走，很快就和崔树和离了。而崔宝被崔树打了一耳光，关进了院子，不许再出房门半步。崔树从此便不娶妻了，也几乎求娶不到人了。众人唏嘘不已。崔夫人我见过，虽出身商户，还是个和气人呢。是崔大姑娘性子高，说她是太后的外侄孙女，从不肯给崔夫人面子。他们是在试探我的态度。我低头笑了，淡淡回应道：“我与崔树的2个孩子可毫不相干。”这下就绝了崔宝以我的女儿自居，日后想要沾亲带故、高价恭候人家的心思了。听闻崔宝为此在家里哭了小半年。京城近来事多，镇北侯府的公子不见了，听说是几年前在佛寺闭关清修，结果闭关结束，发现他人早就不在了。而这几年过去，我资助的27名士子里，真有2个走了运，中了3甲进士。云启书院跟着水涨船高，成了京城第1书院，读书名额千金难求。就连京城勋贵人家也将公子千金们往那里送去。傍晚时分，10岁的崔气正站在角门外，身后只跟着一个小厮。魏夫人，我也想进云启书院读书。他将手里的食盒递给我，见我不愿意接，低下了头，放在了地上。
我打量着气哥，这些事应该是你父亲操持。崔气讪讪地收回了手，声音发哑。父亲说，学问在于自身，不必破费。我点了点头，淡淡道，这倒是和你从前说的金银是身外之物，不谋而合了。崔气面色羞愧，哑然半晌。我知道错了，我从前只见父亲暗独劳形，如今才知只有母亲是家里真正的倚仗。我没说什么，让他尽快回去。角门关上时，崔气突然抓起食盒，用手掌扒住门缝，手指被夹得通红肿胀。他却全然不顾，眼眶微湿，着急地对我喊道：“母亲，书院的事便算了，这是我和宝儿亲手做的糕点，特意做给母亲的。”我站定了脚，继续往回走。小贺回去接过食盒，烛火昏昏，我坐在床榻上，拿起那糕点，轻轻咬了一口。如何？王介笑着看我。从前很想吃，如今吃到了，也不过尔尔。我放下半块糕点，就让人撤了下去。到了夜里，觉得嗓子里的甜物发了腻的恶心，我趴在床边吐了出来。王介连忙披了衣裳，连夜去请大夫。我竟然有喜了。夫人的身子受孕是难了些，但郎君肾气充盈，固本培元，几年下来也就滋养好了。王介移开眼去，轻咳了咳。我脸色微微发烫。这几年我和王介自然不是清汤寡水，但以为言嗣无望，从来没有避孕。王介坐到了床边，面色凝重。夫人，我是想一辈子和你过下去的，但有一件事要和你坦白。王介带我去了镇北侯府，原来他就是从前镇北侯府想要与我一亲的那位徐怀介。当初那桩亲事是他的心意，但被崔树从中搅黄了。他得知我终身不嫁，只好亲自下山寻求姻缘。镇北侯夫人本就中意我，见有了孩子，更是喜不自胜。徐怀介信奉佛学，不拘世俗，拒绝兄长嫁娶的安排，仍是要跟我回府生活，定下孩子两头上谱的事，便带我离开了镇北侯府。他惴惴不安道：“你可生气了？”我盯着他半晌，淡淡的笑了。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了。当初太后要替我把关，让我带了王介的画像进宫。徐怀介自小养在佛前，没几个人认得他，但太后是亲眼见过的。他怔愣道：“那你，徐公子都不介意入赘委屈，我自然不介意你出身高贵。”徐怀介低头笑了，牵过我的手，语气不以为意。人要是心里委屈，山珍海味哄着他，只会越来越委屈。可我心里真不觉得委屈，青灯古佛，晨昏相求，夫妻相守。他曾在年少时远远见过我陪太后去寺里上香，当时就上了心，后来得知我定亲，他又去守孝，兜兜转转，是差了些缘分。我将崔气的文章糊了名字，掺在寻常学子的文章里，送进云起书院，能不能通过就要靠他自己了。过了3个月，崔气收到书院的回信，他在启程求学前来到我府前，五体投地，磕了3个头，才转身上马车。我和徐怀介生下了女儿，随了我的姓氏，名为魏瑶。徐怀介的大哥继承了镇北侯的爵位，对幼弟愧疚至极，便到皇帝跟前，以大长公主的嫡亲血脉为由，为魏瑶求了郡主的恩典。多年过去，崔树失了魏国公府的庇护，加上出了几回差错，被后来人踩得一蹶不振，已经一贬再贬，降成了4品的闲职官员。原本的首府官邸早被收了回去，一家人连带着7、8个仆人搬到不应巷的3大间屋子了。好在崔家还有田庄地契，加上崔树为官的俸禄，勉勉强强养得起家。只是10口人挤在不应巷的院子里，日子过得逼仄拥挤。前年崔妻2次名落孙山，回到家中日夜苦读。他很想考得功名，再来求我谅解，但越是在意拼命，越是事与愿违。徐怀介看过他的考卷，摇了摇头，只说崔家祖坟的青烟恐怕都被崔树烧完了。崔树还想指点崔气的学问，盼他早日成家立业，但父子关系闹得很差。我当年是3甲进士，还指点不了你吗？父亲，我和你出身不同，我本该是魏国公府的亲外甥，若不是你当年色令智昏，我和志瑜要靠科举才能谋得差事。崔树见儿子如此势利，气得心肺刺痒，咳嗽难止，身体每况愈下。其实崔气头一回落榜，就往魏国公府送过名帖，
自称是国公的亲外甥。兄长说没听过什么崔家的外甥，连大门都没有让他踏进。眼看崔器科举无成，崔树为他一亲，但崔器自小眼高于顶，不是嫌门第不好，就是嫌相貌寻常，耗了1、2年，一个也看不上。而在一亲的日子里，崔器让妹妹身边的丫鬟怀了孕，不仅她的婚事无望，全家皆是颜面扫地，崔宝连门都不出了。崔树气得重病了半个月，分家令过，再也不管他了。后来我带着魏瑶再见崔宝时，他已经16岁了。崔宝过来拜见我，魏夫人安好，再对魏瑶屈膝行礼，郡主安好。崔宝忍不住看向我身旁的魏瑶，同是我的女儿，却是云泥之别。魏瑶被魏徐两家养成了金玉般的人儿，不论走到哪里，如同众星捧月，时时有人奉承。而崔宝却是衣裙素净，脸色寡淡，连能带出门的体面丫鬟都没有。若不是我让人给他下帖子，他甚至都到不了我面前。听闻你定亲了，我当初留下的东西替你赎了回来，就当是最后的一点情分了。我让小何带他去取东西。崔宝低头走着路，忍不住1步3回头，眼圈红到了极点，淌下2行清泪。崔宝的亲事是崔树做了主，他来找过我商量，我连面都没见，就回绝了他。全京城都知道我与崔家没了干系，崔宝挑挑拣拣，只能和崔树的同僚家定了亲。那孩子中了举人，下放到北边去做县城，恐怕崔宝嫁人以后再也回不到京城了。魏瑶问我，娘亲，那姐姐为何伤心？我牵着她的手往外面走去，语气寻常，因为她要嫁人了，嫁人就会伤心。魏瑶想了想道，那我不嫁人。你不用嫁人，你是昭郡马。我为什么是马？宴席散了，个人回府，我带着魏瑶出了门。徐怀介立在马车边，快步上来迎我。可算散了。徐怀介抱起魏瑶上了车，再将我扶上了车。我不经意看到站在路边的崔宝和崔树。崔树还不到知天命的年纪，头发都白了大半，穿着洗旧的长服，眉眼颓然失意，显得沧桑至极。曾经芝兰玉树的公子，太后的前侄女婿，不到30就官至首辅，却被内宅前事搓磨到如斯地步。近来吏部着贬官员，闲职京官与地方官员轮换。徐怀介的声音响起，个人都在暗暗使着劲呢，唯恐倒了霉，落到穷山恶水里。崔树抬头看见了我，眉眼微动，低头整了整衣衫，就要走到马车旁边。我坐近了些，落下帘子，那让他走远些吧。徐怀介顺势揽住我，轻轻点头，对外吩咐道，走吧。崔树正要靠近车身，没想马车陡然行驶，他往后退了半步，脚下不稳，重重地摔倒在地。他一时爬都爬不起来，只能扬起脖子，定定地望着前方。落日余晖，挂着魏字灯笼的马车缓缓驶出了这条街，也驶出了崔树的余生。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